让灾害每5年随机爆发，人受惊矮，谁能站到最后？话说4大灾害成精，全新能力让他们为非作歹。在宣战后，灾害轮番登场，难度升级。那么各位观众，请将你支持的一族打在弹幕上，比赛现在开始。老规矩，添加3束黄金作为战争诱饵，先到先得。就这样，4族开始迅速的发展，这次似乎没有人愿意落后。62年，2色黄金被瓜分后，宣战开启，种族们自行决定宣战目标。83年，就在4族旗鼓相当、靠近中心黄金的时候，精灵率先宣战，目标进攻矮人。两方各自阻挠，作战开始。矮人没多久就深陷精灵制造的箭雨当中，矮人的挺进损失巨大。就在整个军队快被消灭的时候，一名巨大的矮人被任命为了队长。为了矮人，精灵获得首场胜利。第2小队控制了右侧黄金区。87年，人类即将占领中心，兽人发起宣战。位于中心黄金区的人类第3师团准备迎接敌人。88年，兽人的进攻开始了，更多的兵力陆续从西南部赶来。人类能守住中心的黄金吗？距离灾害出没还有1年时间。89年，因主力被吸引到东部的原因，人类趁机摧毁了敌人的左侧领地。同时间，西侧黄金区已被兽人攻下。90年，首先登场的灾害是闪电。每个灾害都拥有随机闪现的能力，因此所造成的影响也是随机分布的。来吧，各家各户迎接闪电的洗礼。就在这一番电闪雷鸣之后，兽人夺下了中心黄金区，闪电也魂归天际了。那么追加一条规则，追踪灾害的死亡地点，这里可以获得10000吨黄金。矮人有福了。显然闪电排名第4，能力波及最小。下一个可就没那么好惹了。93年，人类再次失手，看来这些年是被电麻了。而兽人也没有着急发展中心，心还是比较大的。另外，由于矮人获得了一批现成的黄金，这让对面的精灵两眼放光，必须战胜矮人。中心的跟这一批完全没法比啊。然而不知不觉，到了95年，排名第3的龙卷风登场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毁灭能力。一波闪现后，各地狂风大作，这矮人精灵被卷上了天，兽人也被卷上了天。顿时间，几千个龙卷风的出没在各地，引发了一轮蹦蹦乐的高潮。精灵因此累得不行，只好做出了和谈的准备。当然，人类地界黄金区也损失巨大，全体人员进入了抗风抗灾的阶段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。但是精灵士兵似乎热血澎湃，他们扛着10节龙卷，还在抢夺矮人的黄金。为了热爱，在所不辞。殊不知自己的国家停战了，前线精灵带着一丝不舍、2分无奈、3滴眼泪打道回府。99年，中心的黄金还是唾手可得的，精灵自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。因龙卷风没有主动消失，因此我们手动介入，精灵也只能获得少量黄金。正所谓知足常乐。100年，地震出没，原本我以为它是等级2，显然我大错特错。从效果上来看，地震乃灾害之王。这地震直接改变了多处地形，影响即将无法控制。因此，我们忍痛割爱，让地震直接消失。出没时间不到1年，我们给受灾影响最大的人类直接捐献黄金，太惨了。为了促进发展恢复，下一个灾害出没的时间将在一族淘汰后。借着同仇敌忾的抗灾力量，人类竟然还成功了一把。兽人领地丢失，这局面一下变得不一样了。102年。兽人再派大部队，决心力挽狂澜。来看一下人类能否守住。106年，消化完中心黄金后，精灵再次向矮人宣战。这次他们决定一鼓作气。108年，精灵终于得到了矮人的黄金，这还没完，继续向敌方老巢冲击。12年，人矮两族的不断溃败，谁会先淘汰，获得第4名的好成绩呢？13年，兽人和谈，给足了人类面子，精灵返回切断矮人的偷摸发展。正当矮人大本营，以为敌人会就此返程之时，没想到这是虚晃一枪，全体军队进入矮人老家。17年，矮人战败淘汰。
让我们重新发展一波，然后新的灾害将出现。145年，精灵宣战兽人，同时陨石灾害出没，排名第1。来看一下它的毁灭能力，比起地震，可以说是比较温柔，轻轻的触碰带来了地表肌肤的改变。陨石有些不服气，我可是毁灭恐龙的陨石啊！接招，四族！146年，陨石魂归天际，这次是自然死亡，消失地点位于人类和兽人的交界处，因此走你万吨黄金。果不其然，精灵又闻着味儿了，黄金雷达名副其实。战场建立，精灵帝国借对抗兽人的机会开采黄金。152年，人类恍然大悟，跟精灵学到了，于是宣战兽人，万吨黄金区也被精灵攻下，兽人瞬间弱势。159年，人精联手把兽人击退到了老家，精灵打算和谈了，毕竟兽人的家里没有黄金，人类完全借这个机会向兽人复仇成功。161年，兽人战败淘汰，两族进行最后一波发展。245年，精灵宣战人类，获胜的一方可以获得4大灾害集体登场大礼包。那么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进入终局一战。266年，人类淘汰，因此恭喜精灵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大礼包奉上！